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深度拆解一個幾乎每天都在佔據各大新聞版面，甚至可能已經引起你內心焦慮的話題，那就是人工智慧，特別是大家常常聽到的通用人工智慧，也就是 AGI。我相信啦，很多聽眾朋友最近在看新聞或是滑社群媒體的時候，心裡難免會有一種恐慌感。我們會擔心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再過幾個月就要被取代了，或者害怕那些科幻電影裡面超級電腦覺醒然後控制人類社會的劇情，是不是真的要在我們這個世代上演？媒體上現在充斥着各種關於 AGI 的狂熱炒作，仿佛一個無所不能、超越人類極限的超級大腦，明天早上醒來就會誕生。但是，大家有沒有靜下來想過，這種恐慌與狂熱真的有扎實的科學根據嗎？還是說，我們其實只是陷入了一場集體的科技迷思之中？今天的知識拆解，我會帶領大家透過全球頂尖專家的務實視角，用最嚴謹的邏輯，一層一層剝開 AGI 的神話外衣，一起來看看隱藏在這些華麗炒作背後的殘酷現實究竟是什麼。針對這種人工智慧終將超越人類，達到所謂技術奇異點的恐懼，有一位世界最頂尖的專家給出了一句非常直接，甚至有點粗暴的評論。他說：“奇異點根本就是胡扯。”說出這句話的人可不是什麼網絡酸民，他是牛津大學頂尖的 AI 研究學者麥肯·伍爾德利奇。他擁有超過15年的 AI 領域學術研究經驗，可以說把大半輩子都奉獻給了建立世界級的研究中心。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為什麼一位身處科技最前線、最了解技術極限的權威學者，會如此斬釘截鐵地否定我們這個世代最大的科技恐懼？他甚至在他的著作裡面，直接把這句話當作章節標題，並在數十萬人觀看的訪談中大力重申。這位專家的絕對自信，其實揭露了一個長期被我們忽略的真相，那就是真正的科技前沿與媒體為了流量所塑造出來的恐慌，兩者之間存在着極其巨大的落差。接下來進入我們的第一部分 ，AI 學者的真實目標，打造更美好的世界。重點來了，如果這些全球最聰明的頂尖科學家，他們每天廢寢忘食的目標根本不是為了打造一個會毀滅人類的超級大腦，那他們到底都在實驗室裡忙些什麼？讓我們來仔細聊聊這些真正能改變現實的驚人應用。舉例來說，牛津大學的研究團隊目前正在開發一種技術，能夠以幾乎零成本的方式去自動分析人類的心臟掃描影像，快速檢測出異常。還有科學家致力於拍耳腦部掃描的自動分析，這能在人類醫生肉眼都還無法察覺的極早期階段就發現潛在的異常，這可是真正能拯救無數家庭的技術。更不用說面對全球性的健康危機時，人工智慧已經被廣泛應用在藥物開發上，讓我們能夠快速、低成本地針對未知病毒推出新藥。此外，為了因應高齡化社會，他們正在打造輔助型的照護機器人，還有那些能夠深入極端危險環境進行搜救任務的災區救援機器人。各位，這些實實在在改善人類福祉的工具，才是 AI 發展真正的最前線。聽到這裡，大家應該都能夠理解，如果我們把科幻電影裡面那種毀滅世界、征服人類的動機，硬生生強加在這些日以繼夜努力的科學家身上，這是一件多麼不公平的事情。說得重一點，這對他們極具價值的實際工作來說，簡直是一種侮辱。他們真正在意的是如何解決人類社會目前面臨的真實痛點，而不是去追求一個名為 AGI 的虛幻標籤。社會大眾跟媒體如果總是把焦點放在杞人憂天的終結者情節上，其實是嚴重貶低了這些科學家的心血結晶。我們必須給予這些實實在在改善世界的科技發展應有的高度尊重。這是我身為一個專業分析師，必須非常堅定告訴大家的觀點。進入第二部分，語言模型的致命缺陷，華麗外衣下的現實。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既然科學家的主要目標根本不是 AGI， 那為什麼現在市場上的討論會熱烈到這種程度？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型語言模型在這2年取得了驚人的進展，這讓人產生了一種錯覺，誤以為 AGI 已經近在咫尺了。但是，每當有新的頂級模型產品發布，整個市場充滿狂熱期待的時候，殘酷的現實卻是，儘管科技巨頭們投入了高達數十億美元，對，
你沒聽錯，就是數十億美元的龐大資金。這些備受矚目的模型，卻依然無法滿足最基本的要求。什麼要求？那就是停止犯下低級錯誤，並且停止憑空捏造事實，也就是我們在業界常說的 AI 幻覺。花費了數十億美元，竟然無法確保一個系統穩定提供真實的資訊，這其實反映出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目前的模型本質上只是透過幾率在預測下一個文字，他們缺乏對現實世界的真正理解，因此砸下再多的金錢，也無法輕易根除這個底層的致命缺陷。為了讓大家更清楚地體會這個困境，我們假設一下，如果我們對 AGI 的定義非常沒有野心，我們根本不要求它去解決什麼世紀科學難題，我們只要求它是一個絕對不會滿腔熱血地對你說謊的聊天機器人。只要它能做到100%誠實精確，我們就算它是一種初階的 AGI。但令人震驚的是，即便我們把標準降到這種看似毫無野心的程度，在實務操作上依然被證明是極度困難，甚至目前是做不到的。這非常明確地說明了，我們距離真正可靠、具備人類常識推理能力的人工智慧，絕對還有一條非常漫長的路要走。我們來到第3部分，實體物理世界障礙，軟體工程難以翻越的高牆。我們繼續聊下去。如果說虛擬世界裡面都有這麼多難以突破的瓶頸，那進入真實世界的挑戰絕對是呈指數級別放大的。為了讓大家深刻體會這個巨大的反差，我們來做一個極端的對比。現在最頂尖的人工智慧可以用非常流利、語法完美的拉丁文來為你詳細解釋深奧的量子力學，而且連頂尖的物理學者看了都覺得寫得相當不錯。這毫無疑問是一項令人驚嘆的智力壯舉。但是與此同時，我們現在卻完全沒有任何一個系統能夠順利地走進一個完全陌生的廚房，精準判斷現場狀況，把餐桌上的剩菜剩飯清理乾淨，然後正確地把大小不一的碗盤安穩地放進洗碗機裡面。大家感受到了啦，一個能用拉丁文解釋量子力學的超級大腦，卻連收拾餐桌這種人類的日常瑣事都辦不到。這種極度違和的矛盾現象，在人工智慧領域被稱為莫拉維克悖論。這個悖論的核心概念是這樣的：人類自以為非常困難的高階邏輯推理，像是解微積分或是多語言寫作，對電腦來說，其實只需要非常少的運算資源就能搞定。然而，人類覺得輕而易舉，甚至不用過腦袋的低階感知與運動技能，像是看懂立體空間的深度，拿起一個形狀不規則的玻璃杯，或者在一個布滿雜物的房間裡平穩行走，對電腦來說，卻需要消耗極度龐大的運算資源，而且至今難以完美實現。其實我們用演化生物學的角度想就合理，大自然花了數百萬年的時間去優化我們大腦的物理感知與肌肉控制系統，而人類發展出語言和邏輯，只不過是最近幾萬年內的事。要電腦去重現人類數百萬年演化出來的物理適應力，這就是目前軟體工程無法輕易翻越的終極高牆。因此，當我們重新審視那些往往領取基本薪資的勞工朋友，例如洗碗工、建築清潔人員或是物流搬運工時，我們必須抱持極高的敬意。他們每天在執行的實體任務，需要大腦及時處理極度複雜的視覺資訊、觸覺回饋，並且在充滿未知變數的物理環境中，瞬間做出無數個微小的肌肉調整。這種高度的物理適應性，它背後隱藏的運算複雜度是指數級別超越我們目前最先進的 AI 系統的。如果今天 AGI 的定義是能夠完美勝任任何一個人類基本勞工的實體任務，那我身為分析師可以非常負責任地說，我們距離這個目標真的還非常遙遠。接着是第4部分，科技史上的既視感，歷史軌跡的重複循環。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已經看清了大型語言模型的本質缺陷，也了解了真實物理世界的巨大障礙。現在，如果我們把時間軸拉長，你會發現一種非常強烈的歷史既視感。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科技發展的軌跡。在1950年代 ，AI 才剛剛起步的時候，當時的科學家極度樂觀，引發了第一波的瘋狂炒作，大家都覺得機器人馬上就要取代人類了。到了1980年代，出現了所謂的專家系統熱潮，企業投入大量資金，結果這套系統一面對真實世界的複雜邊角情況，就徹底崩潰，直接迎來了漫長的 AI 寒冬。現在來到了2020年代，生成式 AI 的大爆發，又再次點燃了市場的狂熱。对比歷史的發展，你会發現人類總是有一種慣性，我們總是在技術剛取得初步突破的時候，過度高估它短期的發展速度，同時嚴重低估了要將它落實到複雜現實社會中所需要的長期阻力。AGI 依然是那個存在於未來難以觸及的科技聖杯，我們現在其實只是在重複歷史的循環而已。最後進入我們的第5部分，魔法棒謬誤與務實主義，回歸腳踏實地的視角。既然我們已經徹底了解了技術的極限，我們就需要一個更務實的視角來看待未來。我想直接問各位聽眾一個問題：如果今天我們手上真的擁有一根傳說中的魔法棒，輕輕一揮就能解決任何問題，你想用它來解決什麼？大家可以稍微停頓思考一下。我為什麼要問這個看似幼稚的問題？因為頂尖專家指出，現在社會上關於 AGI 的激烈辯論，如果你把句子裡的 AGI 這個詞直接替換成魔法棒，你會發現整個討論的邏輯居然完全一樣，而且毫無違和感。這就像是，如果我們有一根魔法棒，我們當然可以輕易解決世界饑荒，或者治癒所有的絕症。當然，我們也可以大材小用，拿它來修補街頭上的路面坑洞。這聽起來真的很美好，對吧？但問題的症結點在於，現實世界中我們根本沒有魔法棒。既然沒有，那我們花費大量的時間去爭論魔法棒的道德問題，或者因為害怕魔法棒落入壞人手裡而感到恐慌，其實是一件非常不切實際的事情。AGI 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就只是一個誘人的科技幻影，一個被商業過度包裝的魔法棒。如果我們過度聚焦於這個幻影，反而會讓我們忽略了眼前急需解決的真實問題。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第一，真正有價值的 AI 發展是專注於解決特定且真實的世界問題，例如我們提到的醫療診斷與災難救援，而不是盲目追求一個全能的 AGI。第二，莫拉維克悖論明確地告訴我們，實體物理世界的適應力是單純的軟體演算法無法輕易跨越的高牆。第三，我們隨時要警惕魔法棒謬誤，不要把 AGI 當成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更不要為了一個尚未成真的技術幻影而讓自己陷入過度焦慮。人工智慧是非常強大的工具，但它的價值完全取決於我們如何務實地運用它。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在面對 AI 狂潮時，務必保持務實大於恐慌的心態。與其擔憂科幻電影裡的 AGI 末日，不如關注 AI 在醫療與災難救援上的真實貢獻。與其追求一個能解決所有問題的虛幻魔法棒，不如善用現有工具去解決眼前的真實苦難。科技的價值永遠在於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